香港电台一名节目编导蔡玉玲报道721元朗袭击事件时，通过车牌查册进行报道，被控告虚假陈述。法庭日前裁定他罪成。这宗案件案情并不复杂，完全符合香港道路交通条例的相关规定，但香港记协却立马跳脚，与个别外部势力里应外合，唱衰香港所谓失去新闻自由。对此，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周五指出，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打着新闻自由的幌子干预香港事务。针对香港外国记者会 FCC 和个别外部势力就香港法院依法审判一宗涉虚假陈述案件说三道四，公然打着新闻自由幌子抹黑特区政府，践踏法治，赤裸裸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，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。发言人表示，香港是法治社会，有法必依，违法必究，任何机构和个人都没有凌驾法律之上的特权。有关案件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香港警方对嫌犯依法逮捕，法院依法审判，合法合规，与新闻自由毫不相关。发言人重申，香港是中国的香港。我们敦促 FCC 和个别外部势力认清现实，摆正位置，切实尊重香港法治和司法独立，不要说一套做一套，更不得打着新闻自由幌子干预香港事务。相关案件其实并不复杂。去年7月，香港电台节目编导蔡玉玲在制作2019年元朗721事件专题报道时，通过车牌查册，即查阅汽车登记记录，取得多位在事发前后在现场的汽车车主信息，并对他们进行采访。但他在网上申请车牌查册时填报的用途并非采访和报道。香港西九龙法院法官周四表示，被告申请时肯定清楚知道是为了采访和报道而申请，并不属于运输署提供的申请用途选项，因此认定被告人明知而作出虚假陈述，裁定其罪名成立，罚款6000港元。根据香港道路交通条例规定，查册所取得个人资料应用作与交通及运输事宜有关的事务上。有香港舆论表示，查册、采访、报道乃香港新闻界工作常态，而且在新闻界追查事实真相、发挥监察职能、促进社会公平公义方面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。但不能否认的是，这种做法是游走在法律的灰色地带。事实上，香港特区政府已经调整查册做法。若有人查找车牌资料，运输署会发电邮通知车主，包括告知查册者姓名。原本车主可以向运输署申请，以纸本方式获得查册者资料，现在改以预约方式，透过电邮通知车主。车主获得查册者资料后，用途也会受限制。因此，从私隐角度审视，新做法顾及了查册者的权利和车主的私隐权利。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，部分乱港分子被绳之以法，持续动荡了1年多的社会逐步恢复往日的平静。但不少外部势力利用在香港的代理人，用假新闻、假消息的方法，继续在香港煽动仇恨、分化社会、制造矛盾等。事实上，修例风波期间，各种打着记者名号的自媒体、境外媒体，甚至是公营媒体，为了达到祸乱港岛的目的，不遗余力地制造各种假新闻，抹黑、诋毁特区政府、港警，煽动极端暴力行为。香港警务处处长邓炳强日前也强调过，对于尝试用假新闻危害香港安全的人，警方会全面调查，一有證據就會作出拘捕及檢控。任何人如果你係要做呢啲外國勢力香港嘅代理人，我唔論你係個人，唔論你係團體，或者你用乜嘢身份去掩蓋你，只要你危害國家安全、侵犯國安法或者其他相關嘅法例，你係要為你犯法嘅行為呢係付出代價，你要係用法律嚟找數嘅。我同我嘅團隊會窮我一生嘅精力去將你抽出嚟，一定呢係會揾證據呢係將你繩之於法嘅。